中国版臭鼬工厂内拍到神秘机体，究竟是轰20还是6代战机？明明落后数十年，中国隐身飞机究竟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追上美国的？近日，一位美国军事评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卫星图，图片中显示某个拥有机场跑道的设施内摆放着一些奇怪的物体。根据卫星图上的标注，这个设施是中国境内一座雷达反射信号测量站，这种测试站也被称为 RCS 测试站，而测试站内正在对一个神秘的机体进行测试。根据美国专家的说法，测试站位于北京西南约70公里处。根据谷歌地球的历史数据，这座测试站在2008年还不存在，但是在2013年是存在的。测试站内包括2个雷达测试基座，最东端还有几个机库，并且还有一条长达2.3公里的飞机跑道。一些网友的判断，这个设施位于河北保定高碑店附近，因此也被称为高碑店 RCS 测试站。此前就有卫星图拍到过这座测试站内有数架三角翼无人机的模型机。所谓的 RCS 测试站就是利用基地内专用的雷达来测试飞行物的隐身能力，一般是与风洞测试同时开展的项目，但主要针对的便是隐身飞机。类似测试站都是为了研制隐身飞机所准备的，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臭鼬工厂。这座臭鼬工厂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，是美国军工企业为测试战机反雷达能力专门打造的秘密基地，包括 SR-71侦察机、F-117隐身战机、B-2隐身轰炸机、F-22战斗机、F-35战斗机等都在臭鼬工厂中接受过测试。因此，高碑店 RCS 测试站也被称为中国版臭鼬工厂。美专家提到，在2020年到2021年间，高碑店 RCS 测试站的活动达到了一个高峰，但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于高碑店 RCS 测试站的信息。这说明其中正在测试的飞行器都属于最高机密，这一点倒是会让人想起美国的51区军事基地。那么此次卫星拍到的高碑店 RCS 测试站神秘物体又是什么呢？从卫星图来判断，这个物体似乎并不是一架整机，而是机身的一部分。但是通过与周边吊车以及建筑物的比较，这个物体绝不是一件小东西，说明这个物体是非无人机的可能性很大。而网上也有各种猜测，有人认为这个物体很可能是中国的隐身轰炸机轰20。轰20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的隐身轰炸机，对标美国的 B-2与 B-21轰炸机，是中国空军战略威慑的重要力量。而关于轰20的种种消息表明，轰20恐怕会在不久后问世。但也有网友认为，轰20恐怕不会等到现在才进行机身的 RCS 测试，并且从外观来看，这个神秘物体也不像是无尾翼三角机型的轰20一部分，倒更像是一架战斗机的机身。因此，这个物体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第6代战斗机的一部分。无独有偶，就在几天前，美国互联网上就有人拍到臭鼬工厂内一辆大长型平板卡车，载着一个形状怪异的物体驶过，而车上的神秘物体也被认为是未来美国第6代战斗机的一部分。如今中美6代机同时放出消息，难道是巧合吗？不过不管是轰20还是6代机，像高碑店 RCS 测试站这样的机密设施出现，也证明了中国在隐身飞行器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2011年，中国首架隐身战机歼20首飞成功，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隐身飞机领域。而如今，包括攻击11、无侦8、FC31等隐身飞机的问世，中国在隐身飞机领域正在迅速与美国缩小差距。不过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，中国隐身技术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似乎一直都是一个谜团。在2战时期，雷达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并用于防空作战中。而早期的一些飞机研制便有了减少雷达波探测的思路，像美军50、60年代研制的 U2 侦察机、A12 侦察机以及 SR-71侦察机等，都在外形上做了一些改动，比如机身棱角分明，以区别传统飞机。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雷达波的探测，达到相对隐身的程度。同时，人们发现，除了飞机外形，像进气口夹闸网、不装配雷达、狭长型尾喷口、无外挂武器等措施，同样能降低雷达的反射面积。不过，那个时候隐身技术并不成熟，这些飞机还不能被称为隐身战机。1975年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将隐身技术正式列入开发性预研计划。
而同一年，美国开始开发 F-117战斗机。这款战机的诞生，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隐身战机登上历史舞台。F-11战机除了采用特殊的外形多面体设计，将在飞机表面附着了能吸收雷达波的隐身材料。这样一来，飞机便能从过去的被动隐身转为主动隐身。随后，美国又相继开发出 B-2轰炸机、F-22战斗机以及 F-25战斗机，使得隐身技术成为新一代飞机必备的要素。另外，隐身无人机也顺势发展而来，比如美国的 RQ-180无人机。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将新研发的 D-21无人侦察机派到亚太做侦察活动，却多次坠毁在中国境内，最终项目下马。然而，多年后，有人却在中国博物馆里发现了被展出的 D-21无人机残骸，这也说明中国早就把这架飞机给研究透了。而 D-21无人机技术参考了 SR-71飞鸟侦察机，其机型明显具备一定的反雷达特性，这恐怕是中国最早接触的具备一定隐身特性的飞机。1999年，科索沃战争爆发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派出大量空中单位，对南斯拉夫进行了狂轰滥炸。但是在北约执行任务中，一架 F-117隐身战机遭到南斯拉夫防空部队击落，这也是有记载的唯一一架在战场上被击落的隐身飞机。此事也成为 F-11隐身战斗机最终下马的导火索。而一直以来，民间都有一种说法，在南斯拉夫军队击落 F-117战机后，将这架飞机的残骸藏到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。得知此情报的美军用5枚精准制导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，当场炸死3名记者。美国人试图摧毁 F-117战机残骸，让其不落入中国人手中，但是没有成功。而愤怒的中国人对美国提出强烈抗议，自知理亏的美国政府只能用误炸来掩饰，也不再追究 F-117残骸一事。最终 F-117的部分残骸被偷偷运往中国国内，并间接促成了歼20的诞生。F-117残骸促成歼20的诞生，这个说法尤其在美国拥有很广阔的市场。不少美国军事专家都认为歼20就是 F-117的副本。2009年3月22号，前美国中情局特工威廉·班尼特在弗吉尼亚州劳登郡与妻子散步时遭到暗杀。根据调查，威廉·班尼特正是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主谋。而暗杀他的凶手却指向了美国政府，似乎威廉·班尼特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，遭到美国政府的抹杀。那这个秘密是不是与 F-117残骸有关呢？随着威廉·班尼特的死，真相也被掩盖下去了。然而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歼20之前，没人能想到中国隐身飞机能发展得如此迅猛。在极短时间内追赶上美国数十年的经验。如今，无论中国是在研发轰20还是6代机，都不容让人忽视。美国人也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真正可怕的对手。